什么？中国疫情又严重了？什么？中国这边又失去新冠肺炎疫情的控制了吗？前几天在西安出现了不少的新冠肺炎感染者，当然我们外国的新闻和媒体也看到了，也知道了这个事情，然后现在在那儿疯狂的说，哎呀，中国那边好严重啊，说在西安那边已经被发现了几百多感染者，整个城市已经封城了，已经在隔离了，好严重啊！但是这个是个什么情况啊？是不是真的这样？还有国外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？今天我来给你们分享一下。如果你们第一次看到我的视频，那欢迎来看一下。我的名字叫 Marky， 我在四川成都。今天咱们来看一下，到底现在国内疫情的情况怎么样，对比一下国外现在控制的怎么样，然后再一起去分析一下这个新冠肺炎的疫情对全世界的影响怎么样。如果你们准备好了，那咱们就直接开始今天的分享。朋友们，你们看一下，今天是一个非常漂亮的一天，因为前几天在成都这边特别冷，我在成都待这么长时间了，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么冷的天气。但是现在太阳出来了，就稍微暖和了一些，舒服很多了。今天成都这个太阳太好喽，太舒服喽。然后 Marky 今天已经完成了我的运动的任务，上午已经去健身了一下，刚刚吃了一顿饭，然后现在有一个非常棒的事情。今天中午 Marky 有一点点兴奋，因为我收到了一个包裹，这个包裹还有一点大，这个包裹外面写着从德国过来的，这是一个我父母他们给我寄的一个包裹。原来是圣诞节的时候应该到，圣诞节之前，但是因为疫情的原因，还有各种各样的原因，现在国际物流比较慢，所以现在才到了。但是我也知道里面是啥子东西，我们一起去打开一下。打开喽，看一下里面装的啥子东西啊！这个是我的圣诞节饼干，哦耶！这边。这个是一个传统的德国的圣诞节的时候吃的饼干，然后这些也都是 ，Oh my God！ 哈哈，我的朋友们看到这个好开心呐，因为这个是Marky小的时候，包括说长大了之后经常要吃的一个东西。这种饼干只有圣诞节的时候才能买到，然后在中国这边又没有，所以今天我让我的父母专门寄一个这样的包裹给我，然后你们看到的里面装了很多很多，我一个人当然吃不完，所以我说我就多发了一些，多寄了一些，然后跟我的朋友们分享一下，给他们试一下我们德国传统的圣诞饼干。哈哈，但是我的朋友们，你们愿不愿意，想不想试一下我们美味的圣诞饼干呢？你们可以在评论区里面跟Marky说一下，下次我请你们吃一下。但是回到疫情这个话题了，确实西安这一次的疫情还是有点严重，确实这2周也新增加了几百个新冠的传染者。但是你们看一下，这个难道可以叫失去控制吗？Marky现在在外面走路可以不戴口罩，因为这边的风险非常低，而且我旁边这个商场开着，超市开着，所有的学校都开着，所有的人都在上班，Marky可以非常放心的去健身、去看电影、去游泳，甚至都可以去旅游了。如果你从低风险地区来，你都可以全国去旅游。而且对比一下昨天的新增加的病例数据，我们就知道了到底哪里比较严重。在中国，昨天222个新冠肺炎传染者，那么在美国，昨天单日新增加的新冠肺炎传染者超过50万例。那么
你们听完这个数据，你们说到底在哪里比较严重呢？是在中国这边防控疫情的措施是非常严格的。我还记得11月份，我们成都这边就出现了疫情，在好像是1个星期内新增加了20多个新冠肺炎传染者，然后那个时候已经所有的地方开始关门了，大家都开始戴口罩了，大家都在家里面隔离，不出门。但是防控疫情的措施很严格，并不代表疫情的情况很严重。那么 Marky 刚刚说，我可以在这边正常的去锻炼、去游泳、去旅游、去买东西，可以不戴口罩在外面走路。难道国外没有吗？没有这些吗？虽然说确实现在还是很多地方受到了影响、受到了限制，但是大部分的事情，包括说旅游这些事情，都是已经恢复到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情况。毕竟大家这么久了，已经基本上习惯了这个事情，这个疫情。但是有一个很大的区别，我今天也想过这个事情，如果回去的话，哇，那也太可怕了。你在外面走着，你随便进什么地方，你都一直在担心你在里面会不会遇到有新冠的人，你自己是不是安全啊？在中国这边一直感觉很安全的原因，就是因为大家都戴口罩，而且新冠肺炎传染者特别少。中国是全世界人口最大的一个国家，那么这边一个国家一天才有200多个病例，那也太少了，这个可能性得这个的可能性太小了。然后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中国这边有一个神奇的东西叫健康码，绿色的健康码，不管你去哪一个地方，你去坐个地铁，你进商场，任何一个地方都要出示一个绿色的健康码，让店里面的人，让所有的人都知道你是安全的。难道我们国外没有这种事情吗？完全没有任何防控疫情的措施吗？也不是，因为我们也有一个自己的健康码，我们也要戴口罩，也要打疫苗才能进很多地方。但是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执行的不够到位，不够严格。你有这些措施，但是有很多意外，就是你这么做，你去哪一些地方都有一些意外的情况。就是你如果完成了一个事情，你可以不用隔离，你可以不用戴口罩，然后你很多地方他也不检查你的健康码，因为他只想得到更多的客户、更多的钱，所以说很多时候就不想管这些麻烦的事儿。但是他不管，这个疫情就变得越来越严重。所以说你有这些措施，但是执行的不到位，那就相当于没有效果。那么全球的疫情已经持续这么长时间了，已经快2年的时间了，难道这些老外我们都不在乎这个疫情吗？不想让它结束吗？其实也不是，完全不是。但是确实这些事情执行起来非常困难。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，大部分的人他们还是遵守规矩，他们乖乖的在家里面待着，戴着口罩去打疫苗。但是有一小部分人，他们就不信，他们就不想做这些事情了。那这个小部分的人都会伤害到大部分的人，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，但是也不好解决。那么这个新冠肺炎的疫情给很多人带来了不少的麻烦，给很多公司、很多国家带来了很困难的一个情况。确实，在国外现在疫情这么严重了，也会影响到很多家庭、很多人的生活。那么 Marky 这2天也看到了一个视频，让我很深的感受到这个疫情创造的一些困难和问题，我也想给你们分享一下这个视频。现在我朋友圈都已经有好几个人得了新冠，已经去医院了，有的比较严重了，到现在都还没有恢复。然后也确实，现在已经认识很多人得了这个东西。刚开始的时候，大家都觉得，哎呀，这个没什么了。现在大家家里面或者朋友圈里面都有认识的去了医院了，然后有比较重的症状的这种人。那么现在当然大家都会比较注意这个问题，也确实给很多人带来了很多的问题、很多的麻烦、很困难的一个时候。所以可以看得非常清楚，这个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。
特别是对于老年人来说，他们得了这个病就非常有可能要去医院了，非常有可能会有一些长期的伤害。特别是现在出现了一个新的病株，就是新冠肺炎的 Omicron 的这个病株。虽然说它还没有存在非常久，但是已经有一些大概的数据，然后好像就是说它传染性非常强，比之前的那些还强得多。所以说，在很多国家，现在这个新增病例的数据都往上去了，非常非常快。但是好像也是说，它的重症状的一个概率不是那么高，也就是说，得了这个病的人更少要去住医院，更少会有长期的很严重健康上面的问题。所以说，对很多人来说，这个是一个很小的一个希望，有可能明年这个病毒就会变得不那么危险。但是我的朋友们，今天这个视频最主要的一个点就是全世界都有困难，都有一样的问题。其实就不是说中国这边有多严重，或者说在外国有多严重，大家都是一起要解决这个问题。在中国这边控制不好，那国外当然没有办法恢复正常；在国外没有控制好，中国这边也没有办法完全的恢复到正常。所以说，还是要全球一起合作，一起把这个问题解决掉，才是最正确的一个答案。而且这个病毒它并不在乎你的国籍，你是中国人，你是外国人都一样，因为它是按照自己的一个逻辑、自己的一些规矩来走。所以说，我们都是面对的这个问题都是一样的。我们在德语里面有一个非常好的说法，叫做 Wir sitzen alle im selben Boot， 意思就是我们大家都坐在一个一样的船里面。如果这个船能过去，我们大家都好；如果这个船沉下去，那我们大家都完蛋了。但是我的朋友们，今天马 K 的分享就到这儿。今天我想问一下你们觉得现在中国在全世界内是不是防控的、控制的这个疫情算是最好的之一呢？现在过了这么长时间，是不是还是中国这边的方法的措施是比较有效果的呢？你们可以在评论里面跟马 K 说一下你们的看法是什么。最后，当然马 K 还想说一个：西安加油！西安应该这2天就会好起来，因为这些措施都是非常有效果的，非常严格的。所以说现在很困难，但是过几天，过2个星期，我觉得西安一定会把这个事情控制下去，一定会把这个问题解决掉。朋友们，如果你们觉得马 K 今天的这个分享还有点意思，视频也拍的还可以的话，那我希望你们可以帮我点个赞，关注一下马 K， 支持一下马 K， 当然我也会很开心的。马 K 也非常希望你们在下一期视频又过来看一下马 K 要去哪里耍。